会反而希望他把情绪宣泄掉之后，其实几次之后，他就会慢慢能够理解自己的情绪，然后他遇到什么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就是让他有一个自我察觉的过程，这样子。我觉得我很常有的会犯的错误就是我忘记这个重点，就是因为小孩还在长大中，他们很不认识这些情绪，我很常会忘记这些东西，所以反而我的确会他爆炸的时候会想要跟他讲道理但没有用。现在有这个身份之后，你如果一直把它当成说我是被束缚住的，其实你会很痛苦。如果说你一直陷在那种情况的话，你永远没办法跟自己和解，就是因为你在乎你的小孩，所以你才会有这种挣扎。对，如果你不在乎他，你根本就继续。这个很好，这个很好。又在配对，我是刘佩皮耶，欢迎来到第2集的神队友。我们今天的来宾就是啾啾鞋。大家好，我是啾啾鞋。耶，好，那我们自从当了爸爸之后，我们都一定会替老婆跟小孩想了，对不对？好，没错。那我们今天就首先来做一些手作给他们，好不好？Let's go， 给他一个惊喜。Megan 的话，我在想可能要中文，然后就说我爱顺泽宫，我爱刘啊，顺泽宫是什么？顺泽这是一间庙。没有的，我爱刘佩，这不可以啊？觉得很棒哎，可以啊，可以这样吗？请问女生们这样会不好吗？如果我帽子给老婆，然后会写我爱刘佩，可以吗？摇头，不好吗？摇头，不好说。他应该不会戴，他应该会傻眼。对。笔画完全是错的。Of course， 我刚刚看，我想说，我没有学过写中文啊。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这样子写。我再写一次，我是写这个，是错的吗？是错的啊。我们学的是先写这个点再写下。没有，你们学的一定是对的。我是自己会改抄的。我突然觉得好像很熟悉，好像在教我女儿写字感觉。爸爸，我比较爱你，我爱你多过妈妈。他现在写中文字，跟你蛮像，就是他就照那个写，我不会写，可是他的笔画不一定是顺的。我老婆喜欢一些就是长得有点古怪的小生物，像这种牙膏人、蔬菜人，没错。所以只要是食物，然后有眼睛，对不对？啊，对。像这个凤梨人，凤梨人也蛮酷的。所以你现在全部都是帮女儿选动物？对，她可爱，女儿喜欢。寿司，她喜欢吃寿司。是哦，她现在可以吃寿司吗？就熟的那种，像这种熟的虾，或者是像那个蛋的那一种。但我觉得男生跟女生真的不一样，因为我2个儿子都喜欢赛车啊、车啊这些。他这对完全没兴趣。真的吗？一点都没兴趣。对啊，我想要跟他洗脑机器人赛车之类的，都不喜欢。他就是很girly 的那种，一定要公主，洋装这样子。你知道我大儿子最近喜欢这个蜘蛛人，这个也是很热门啊。但我不知道他是在哪里学的，因为我们在家里从来不会看蜘蛛人，结果他喜欢。有上幼稚园了吧？有。对啊，那可能同学吧。现在最流行就是这个，不然就是超人力霸王。那是什么？就是 Ultraman 吗？对。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吗？他突然间他回家，我是 Ultraman。对。我就 What 都会突然。你怎么学到的？突然来一段。你怎么学到？我不知道是什么。那你女儿会不会回家突然间讲一个什么东西哦？然后你就说哇，她会观察男生喜欢什么东西。对。可是他自己不会去喜欢，但他会跟我讲说，他们班上的男生最近都在流行什么。我这个想法是2个一样的，但是旁边这边皮卡丘是我，就代表是我给他的。然后这边大儿子现在目前喜欢蜘蛛人，小儿子喜欢 Wheels and the Bus Go Round and Round 这样，所以就放这边。这些我是看你 IG 上啊，你会分享你女儿会啊给你的一些作品吗？会啊，就是偶尔。IG 上 po 一下这样，但通常都是刚上幼儿园的时候会比较常 po。现在嘞？
现在还好，虽然他都有做，通常都是在那种，比如说父亲节的时候才会有专门做给爸爸的那种。那我是想说，你女儿那么常，帮你做手做的，那我们今年也可以来这里，帮我们的小孩做一些专门给他们的。我常常帮他做，就是帮他拼乐高了。哦，也算是手做。他是几岁开始玩乐高的？他大概2岁就有在玩。但他是玩那种大真的小的吗？那个他有出大块版。对。然后等到大一点之后，大概4、5岁就换玩小的。对，因为我现在就是害怕说，他太小，我先不让他玩小的那些。他很爱吃那个牙膏，我女儿只用葡萄口味的牙膏，其他的一律不用。草莓跟苹果的她都不太喜欢，指定是巧虎的葡萄的。真的啊？对，她对于自己的喜好还蛮有明确的想法的，所以她喜欢，她就会直接说喜欢。目前我小孩可能还是那个年龄啦，就是还是可能愿意尝试。但是我发现我大的确是有慢慢的主见会有自己的想法。你本身的个性是比较不太 care 的吗？还是你会有你自己的，这是需要控制的？我觉得要看情况如果是对结果来讲没什么差的，就会比较愿意尝试。但如果是会涉及到一些比较严重后果的事情的话，就会坚持自己的意见。我这样问的原因是因为我可能是有一点点需要控制性的，然后你有小孩之后，我就学会说很多东西可以放掉、放下。对，学会放手是养小孩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对，真的，因为我们终究不能陪他一辈子，你也不可能一辈子帮他做决定。今天早上就是很累，感觉得出来。我不知道你小孩，但我小孩早上的话呢，就是大的上课，小的还没上课，所以小的想要跟大的，大的也想要小的跟一起，但又不行。所以只要他们分开，大的 OK， 但小的就会我要哥哥这样。对哥哥有这个分离焦虑，但是又有一部分就是我们如果还没有出门的话呢，大的就不想要出门，所以他不想要上课。但他一上课他就很开心。我知道。那小的现在是在家吗？应该还没有上幼儿班吧？还没有。他现在1岁8个月而已。还没幼儿班。对，还没有。他才刚刚开始学会说下来的下。所以像我今天把它放在那个推车上，下，哇，好，Let's go， 下，没有开玩笑。早上要强迫他们上课，真的有一点难度。我不知道你女儿是不是也会这样子。刚上幼儿园是第一个礼拜都没什么问题，第2个礼拜才开始有点哭，因为他开始惊觉说，这个不是只是去1个礼拜好玩的而已了。但是大概2个礼拜之后就完全习惯了。但习惯之后，他不会偶尔可能觉得我今天不想要去，所以慢腾腾的。爸爸，我还是很饿，我好饿之类的。我会一直拖，不想要出门。对，所以你说不行拖，然后呢？他是做得动的。真的吗？我觉得我女儿算是蛮好教的。我说真的，但我觉得这并不是说我们教养方式多厉害什么，只是每个小朋友个性真的不一样。但我也觉得跟父母有就是有关系的，因为你感觉好像你很有耐心，因为你越生气的话，他会更急啊。对，他会更情绪上来，所以那是没用的。但是你会不会有时候就是连你自己也可能你睡得不好，或者你最近工作压力大，有时候就是你没有那么有耐心？当然会啊，当然会。但是就是要么讲，但你还可以扛得住吗？尽量克制啊，扛得住吗？扛不住也得扛。所以还是可以就对了，还是可以啊。只是厉害了，我记得也是有爆发过的时候，但是其实你事后要去跟他讲为什么啦。对，这个我觉得蛮重要的。那你爆发之后，你跟他讲，你会愿意跟他说对不起？会啊，他慢慢大了之后，我们要求他的事情，他也会反过来要求我。所以如果平常有跟他说要说谢谢，
他就是说我刚帮你做什么，你没有跟我说谢谢，他也会反过来这样子，所以就互相啊。其实我一直都没有把他当就是小朋友这样，很可爱很小这样哄，就是我跟他讲话，大概就跟你现在跟你讲话差不多。因为你生2个，我觉得这一次累吧。我觉得我们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不管怎么样 ，we'll figure it out。我们就这样讲 ，It's fine, we'll figure it out。所以有点像是你们已经一开始就定好说，我们就是生2个，之后的事情就是再说这样。再说，对，可能我们的想法会是觉得，我们知道我们一直以来至少想要2到3个这样。那我们如果不生的话呢，以后一定会后悔，一定会。那我宁愿现在辛苦一点，达成那一个房子小 ，I don't care， 我 figure it out， 一定有办法的。这样，然后之后再说。有些人会讲说生小孩会带财，其实有时候都会想说，其实应该是被迫的，就是你生了小孩之后，你就是要拼命赚钱。对，一定要。所以任何赚钱的机会你都要去抓住的。这个我很好奇问你，因为我都很好奇问所有创作者当爸爸之后，因为你没有生小孩之前，你其实也是跟我一样，我们做 YouTube 这一块很久，到了生小孩之后，你有没有把你的原本那时候的你跟现在的你的那些目标或者思想、事业上或者经济上的东西有没有什么改变吗？我觉得工作上的话，时间分配改变蛮大的。以前自己做的时候，其实作息都蛮不正常的，因为我做东西是一个我发现这东西可以做，我想做，我就直接冲过去做。所以有时候有这个冲动的时间点，可能凌晨3点钟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 idea， 我就直接跳起来就开始做到隔天下午2点。你是在睡觉，然后突然想，然后类似这种情况是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我就会直接起来做。那可是你如果有小朋友之后，我觉得时间规划就真的很重要。对，就是你看想到这个点子，好，我先记起来，然后我要怎么安排去说什么的规划，怎么去做它。然后基本上6日，以前的话工作没有再分6日的，对，后来就有小孩之后就很明确，6日一定要有6日，对，没错，一定会这样子。所以这点改变真的是蛮大，但我觉得也是好啦，比较规律一点也是好的。然后我觉得想事情的时候也比较容易想得很长远。以前可能会想说，好，今年、明年、后年这样。但有小朋友之后，其实你很多时候你想事情可能是10年，或是他长大之后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人生的规划方面也会变得比较长远一点。超级可爱的这个，老婆跟女儿她蛮喜欢那个 Halloween 的那种感觉。好可爱哦 ，matching， 很棒，这个很棒 ，match 的。然后中间是一个独眼妖怪。蛮可爱的，哈哈！我逼我老婆带这个，她一定会很爱啦。强压上去。重点是她看得懂这个，而且重点最好笑的是，我老婆的中文，因为小孩也开始讲中文之后，她的中文变好很多，好超多的。所以语言真的要有环境，对，互相讲这样子。对。然后2个 matching，look at this，so cute。这2件小的，对，小的大的，我觉得你9宫格这个想法真的很聪明。对，9宫格，对，可以一直问他，你最喜欢哪一只？对，哪一个是斑马？或是帮他取名字。对，光是一件衣服就可以玩很多。对啊，很酷哎，聪明，谢谢你。因为有时候跟小朋友，他可能在外面，比如说吃饭等餐的时候，你又没带玩具，对，你也不给他玩手机，不可能。你真的没东西给他玩的时候，你就是这样，就给衣服玩。这个很棒哎，这个很聪明 ，so smart。我们做完我们的 DIY 的东西，对啊，我觉得蛮开心的，帮自己小朋友跟老婆做点东西。你会很常这样子做吗？还是不太有时间做，特别是手做的东西，通常要做就是带他们一起做，大家一起做这样子。那你老婆小孩喜欢惊喜吗？因为像我小孩跟老婆他们很爱会说 surprise， 所以我老婆会跟我小孩说，达达有一个 surprise 要给你啊 ，surprise， 很期待。我比较少是手做，但是我通常会喜欢买一个什么东西，或者准备一个什么东西给他们。有时候我是准备起来备用，就是比如说扭了一个小扭蛋，但我不会马上回去就给他。你好聪明哦！我就是像刚刚跟你讲一样，我就是放在包包里面。然后如果说他心情不好，或者是说他餐厅里面等餐没事做的时候，在欢的时候，你就可以拿出来给他玩，他就会比较安静。很多这种小手段。但是会不会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我只要心情不好，爸爸会给我一个什么惊喜？不，我不会让他到这么频繁。对，你这样子的秘诀也是我都没有想过有一个我现在可以试试看。In case of rainy day 的，对，你 surprise 不要直接就给出去，你可以先收着，然后等到
真的有需要的时候。还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因为你比较有经验？没有，还有没有什么？我只有养一个而已，你养2个。对，但是你是已经经验过3、4、5岁的这个阶段嘛？而且我觉得你是那种很有办法，you're able to regulate your emotions very well。但我是那种只要有那种其他的压力，我的情绪会 spill over to my personal，然后会影响到我跟我小孩的那种互动。对，因为我们刚刚在店里面，我就问你，你是怎么把你那些情绪压的？你就说没办法压，也一定要压嘛，对不对？对。但我觉得其实不太健康这样是好事吗？我觉得其实对个人来讲不一定是好事，就是说可能从小的教育会觉得说，尤其台湾的男生啊，就是会蛮常被教育说，你不可以随便哭啊什么，可能多少有受到这些影响吧。但是我就不会叫我小孩一定要这样，就是他有情绪来，我觉得说你去把它宣泄掉。像他如果生气或者是哭什么的，我就说那你就哭，就是尽量哭越大声越好这样。对。然后我会反而希望他把情绪宣泄掉之后，其实几次之后，他就会慢慢能够理解自己的情绪，然后他遇到什么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就是让他有一个自我察觉的过程这样子。我的问题是，你是怎么？你说我自己控制他？对，因为我很常会被影响，然后我有一个方法，我有一个方法，就是其实有时候会把自己当成就是 RPG 的主角来看，然后当我今天真的情绪不行的时候，我就把自己抽离出来，变成我是一个 player。然后这时候你就会觉得说，那我觉得这个角色陷入在这个情境里面，他会有这样子的情绪是正常的。那你就可以比较冷静的去看待自己的情绪。要怎么练习把你自己拉到第3？对，要怎么练这个东西？因为也许也是因为你的个性也是比较有办法这样做，但是像我这种是比较emotional，right？我只要有什么东西，他会把我拉进去，我要把我自己拉出来也很难。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就是我只是跟你讲说，我蛮常是这样做的，就是我会习惯随时抽离一下，看一下自己的状态，就是有点像是你玩电动玩到一半，你打开那个角色 menu，查看一下自己现在的数值。其实有时候这样子做，蛮多事情就会看淡，看得比较淡。刚好今天早上就是发生这种情况，就是就是让你情绪比较上来的时候。对，我不知道是哪来的压力，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可能我知道我今天要拍这个，然后可能这个也是新系列，我可能会害怕工作上的东西，然后再来就是我昨晚又睡不好这样子，然后全部放在一起。小孩其实今天情绪是非常非常好的，只是他们一旦有一个什么东西就会影响到我，然后我可能压力太大就会突然间我不是爆的那种。可是我觉得 I don't know， 你可以试试看一个方法，就是每天有固定一个仪式或是之类的。我觉得有一个蛮好，就是如果说你比如说明天你要做一件大事，你压力很大，其实有时候我都会想说，反正一天终究是会过完的，你终究是会那个时间终究是会过去的。我有这样子的想法，主要是在当兵的时候。当兵的时候就是刚进去嘛，很不适应，然后又有时候蛮想家人的，有时候蛮想外面的世界的，但是就是你只能一天一天数日子过去。然后那时候刚好因为我们当兵晚上都会有那个晚安歌，就是睡觉的时候，营区都会放一个晚安歌。真的吗？对，好可爱哦！你可以去找一下费玉清的。晚安，对，你知道，就是那个，我知道，每天晚上一定会放。对，然后它反而变成了一种仪式，就是说我今天不管过得再烂，或者是我今天被班长怎么样臭干什么的，反正到那个时间点，那首歌就是会放出来，我就是会躺在床上睡觉。明天的太阳还是会升起。这样子想的话，我觉得就蛮能够度过那些当下你觉得情绪很烦躁的时候。所以在照顾小孩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技巧，反而觉得很有用。对，其实蛮有用的。然后我觉得情绪上也比较稳定。当兵有一个词叫做外表严肃，内心轻松，就是你被骂的时候，你外表是不能够嬉皮笑脸的嘛。然后，但是你内心也不能够把他骂你这件事情往心里去。那反过来讲，就是当今天小朋友在闹情绪的时候，有点像是反过来，就是你内心虽然说是很火爆的，
但是你的外表还是要维持住那个冷静，你不一定要说一定要笑笑的跟他讲，因为有时候他也是需要吸取教训的嘛。但是你是可以冷静的去跟他讲这件事情。那如果说他真的情绪已经爆到失控了，其实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那个是他已经变身了，就是他已经不是他本来的人了。对对，因为头脑发展的关系，所以那个时候我不会把他当做我原本的小孩来看待，而是把他当做他现在是一个情绪爆炸的 monster。对。但是你就不能够尝试在这个时候去强硬跟他讲道理，反正你就是跟他说好，你要哭，你就大声哭，把他哭完。结束之后，等他变回人形的时候，你再去跟他讲道理。我觉得我很常有的会犯的错误就是我忘记这个重点，就是因为小孩还在长大中，他们很不认识这些情绪，我很常会忘记这些东西，所以反而我的确会他爆炸的时候，我会想要压制他，或是你要去教他，也不是压，但是会想要跟他讲道理啊，但没有用。真的是没有用，对对对，但我很常会忘记这一点。对对对，反正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让他去抱他的啊，你就在旁边陪着他就好，你就是看着他啊，不要让他去什么身体上的伤害，因为有的小朋友可能生气他会撞。对，会，对，就是这种事情避免掉，然后让他知道你在他旁边。现在你老婆也是上班对不对？对，他其实上班时间有时候比我还长。那像这样子的话，你的女儿是跟你老婆比较 close 还是跟你比较 close？ 其实应该是我，因为他小时候就蛮黏我的，然后睡觉也是都要跟我睡。怎么上一集伯恩也是小孩比较黏他，现在小孩也是黏你，我想说为什么我的小孩不黏我？我很想要小孩黏我，你知道吗？很小。我的原因比较像是他小时候比较长时间是跟我待在一起相对来讲，只是相对来讲，就是他跟妈妈相处时间比较短一点。像他我老婆可能要值班干嘛的，他只要说他要值班，那我就是直接变单亲就是这种情况，很累耶，因为他是下午到凌晨才回来嘛，所以等于小朋友的时间他都很难看到，就只有早上小朋友起床的时候去跟他抱一下，然后他就要去上学。然后我老婆是下午才上班，有时候会这样啊，可是有时候他会变正常班，就比较好，就是晚上正常时间。那这样子，你老婆的时间有时候是这么恐怖的话，你们家里的工作是怎么分配的？基本上他如果要值班，就是我全扛啊，就是回到家小孩作业啊，然后因为幼儿园一点点作业了。然后我忘记有作业这个东西。以后他接下来要上国小就会有。你没问题，因为你很聪明。但是我这个笨蛋真的我不会。到时候要中文哦。中文我不会啊，不可能。那你要跟他一起学。英文很简单，对，数学也没问题，但中文、历史这些怎么都不行。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再来就看你要怎么样多的互动。那像家里是谁丢垃圾？是谁洗碗？你说这么细的吗？洗衣服的这些，对啊，因为我跟我老婆都分得很清楚，说谁做什么，也刚好是。那你们是默契形成的，还是真的是有讲好的？有些是有讲好，因为就会先说，老婆你喜欢洗碗吗？她可能就会说我不喜欢，那我也可能会说我其实也不喜欢。但是我们会有一个 ranking， 说我们最不喜欢什么，相较比最喜欢哪一个这样，然后会看好，比如说他最不喜欢丢垃圾，那就是我丢；那我最不喜欢洗衣服，那就是他洗。我们比较像是默契形成的啦。所以是刚好。对，如果你讲丢垃圾，基本上是我丢；洗衣服的话，有分就是洗跟烘跟晒，蛮常是他洗的，然后蛮常是你晒。对，如果他洗的，我懂啊。如果他有洗的话，就一定是我晒。OK， 因为如果他有洗晒就不太公平了。应该说看到他在做这一趴，你就会想说，那我就等一下来做下一趴。心里还是会觉得好需要公平，但是不会分得那么细，说我今天做这个，你明天要做这个。没有公平的一天啊！刚开始结婚都会讲求公平啊，到最后就发现没有公平的一天。没有。除了家事之外，还有很多东西是需要互相去 cover 的，不是只局限在做家事这件事情，而是整个生活当中的互相的 cover。这样子想的话，其实你就没有算完的账的一天啊，所以你就不会再去算了。那你小孩个性，你觉得像谁？像你还是像你老婆？我觉得蛮各半的就是那么好。他有时候固执的时候，蛮像他妈妈的。是啊。对，但是我觉得在看待事情的角度，蛮多时候像我的，因为我会看我小孩，也是觉得他有我的好跟我老婆的好
混在一起？好会混在一起，坏也会混在一起啊。哦 ，OK， 一定都会的。这也是生小孩有趣的地方，就是两个人的结晶最后会是怎样的状态。可是你也是在我前面，你女儿6岁，我小孩才3岁多跟1岁多。那段时间有没有经验过，就是说好像失去自己，然后要怎么找回来你自己？基本上你没办法回到真的以前那种状态。对，当然，对，所以你能做的就是去跟自己找到一个你可以接受的方式。像刚刚有跟你讲作息的问题吧，自己做的时候可能随便你今天半夜12点你想要爬起来干嘛都可以。我今天东西都做完了，我就想要打电动，连打24小时，对，都可以。以前可以，真的很爽。对，但问题是你现在有这个身份之后，你如果一直把它当成说我是被束缚住的，其实你会很痛苦，而且你的小孩也会很痛苦。你有这样的感觉吗？刚开始当然都会有，就是会觉得说被绑住嘛，因为你时间再也不像以前那么自由。对。可是其实久了以后，你会自己去找到一种你可以有自己时间，但是小朋友也有他自己时间，但是你们又有互相一起的时间。但是你要去精心的把它分配好，你要先跳出来那个地方才可以重新分配嘛。但是如果你一直在那个状况里面，就是说如果没有小孩的话，那我更可以这样，我更可以这样。你是怎么先离开那个不好的地方？这我觉得可能也跟个性有关嘞。就是我蛮能够自己调自己的想法，因为如果说你一直陷在那种情况的话，你永远没办法跟自己和解。那变成说你也讨厌现在的生活啊，你也一直觉得小孩子一直绑住你，那这种下去逻辑推理下去的话，你就会陷入一个死循环。其实有时候我蛮尝试用理性的方式去说服自己的感性，就是你感性上你还是会有这种感觉，对，可是你理性上你要知道说，你如果一直有这种感觉，你就会陷入无限的轮回当中，所以你必须要脱离它。恭喜你，你现在还有这种感觉吗？现在比较少很多。我刚刚才聊到说，我们是在冲绳求婚订婚的，然后后来我们生小孩，我们第一次出国就是回冲绳这样子。那时候我们因为是第一次在出国嘛，所以又带着我们以前出国的方式，但是现在又有小孩，所以那时候我还记得出国的那个感受会很打架，就是想要拍以前可以拍的东西，但现在又有小孩，所以又拍不了，因为很习惯就是我跟 Megan 一起做什么东西，那现在都是我如果要拍的话，那 Megan 要照顾小孩或者我照顾小孩 ，Megan 可能可以做他想要做的事情这样子。对，现在因为调整了很久，现在就是只要出国，只要跟小孩的话，那就是跟小孩。如果要拍的话呢，那就是顺便拍，可以出影片。不一定。那如果你要出国出影片的话呢，那请你不要带小孩跟老婆，你就自己出国这样拍。我刚刚想说的就是我前几天看到一个 reels，然后他分享就是说，你越早接受你有小孩跟你是一个父母的这个事实，你就越容易可以享受你当父母的这个身份。对啊，这是一定的，因为你一直想要回到过去单身的那种状态，对，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把小孩抛弃掉啊。那就是单身，就是甚至已经结婚但是没有小孩的情况。你想要回到上一步，对，人生没有那个返回键的。因为我知道我在最不好的状况的时候，我一直想要以前的，然后会觉得很 guilty， 然后就会觉得 no， 我不行，我爱现在的生活。又进到当爸爸的太深到会忽略到工作的事情，所以我会这样跳来跳去，天平两边，对，反复横跳的感觉。对，你有遇过这样子的吗？之前刚开始的确会有啊。如果你没有这种想法，反而是你不够在乎你的小孩啊。That's a good, that's so good。就是因为你在乎你的小孩，所以你才会有这种挣扎嘛。对，如果你不在乎他，你根本就继续你这个很好，所以会有这种想法，代表你其实是很在乎你的小孩所以你终究时间会把你带到另外一个状态上去所以我觉得你也不用太急，说我一定要找到什么方法去让我两边可以 balance， 就是你时间就会慢慢把你调整到那种心态上。你是目前我知道的在 YouTube 里面的有女儿的啊？真的吗？我不知道还有谁有女儿。像蔡阿嘎也是两个都是男生吗？铁牛也是男生，伯恩也是男生 ，Fred 也是男生，浩浩也是男生。Anyway， 女儿这么稀有吗？很稀有哦。我很好奇，问一个爸爸，你会
担心女儿的程度是多少，然后会是什么？其实我们不太会像很多人有印象说，爸爸就是很担心啊女儿交男朋友啊什么的。其实我觉得我还蛮鼓励他去尝试，如果他真的遇到他喜欢的人，就去在一起啊。我觉得不太会很有那种嫉妒的感觉了。而且我觉得生女儿有一个蛮有趣的，就是因为我们男生，我们没有体验过一个女生是怎么样从小长到大的那个过程。对，跟你男生长大的过程是完全不一样，是完全不同的人生体验，有点像是你免费得到了一个人生的2周目体验券的那种感觉。是啊，对，就是你可以看，我就发现女生真的成熟的超快的。像她现在才幼稚园大班，我就想说，我幼稚园大班的时候在干嘛？我就每天就跟一个阿呆一样那边冲来冲去，反正哪边好玩就是哪边去这样。对啊。可是我小孩现在女生真的很不一样，真的细心很多，然后她会有很多她的小心思，然后她的脑袋瓜一直在转。我知道你刚刚说你不会担心她的另一半，对，但是你会担心可能她是女生在一个男生的世界嘛？这多少是会啊，因为毕竟像比如说讲性骚扰的发生几率好了，虽然男生女生都会有嘛，但是毕竟女生的几率还是比较高嘛。对，所以这种事情当然还是会比较担心。那就是你要可能有一些防范措施啊，就是他可能还未成年的时候，不要让他跟成年的男性单独相处之类的嘛。但是其实说真的，父母能做的真的有限了，因为其实我们也都经历过，你可能到青春期的时候，你很多事情是会瞒着父母的。对，那这种时候说实在，你能够帮助他、能够保护他的也是有限。那你要怎么让他愿意跟你分享？这个就要愿意跟你讲话。我觉得这个真的要从小，就是当他今天还很有分享欲的时候，对，像幼稚园的时候，就是超级有分享欲的时候，你就要一直去听他，你不能够觉得他很烦，然后你就不想听，因为他现在还有分享欲的时候，你就这样拒绝他，他以后没有分享欲的时候，他更不会跟你分享。我不知道美国家长会不会，但是蛮多人会有 typical 的那种亚洲父母的那种概念，就是你跟所谓的亚洲父母分享事情的时候，他们都会站在一个很审判你的这种角度，就是说这个好，这个不好嘛，这样吗？或者是反过来，就是说他只是想跟你分享心情，但是你却说，那这件事情其实是你的不对啊，你应该要这样这种事情他以后就不想跟你分享。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蛮要站在你当年的那个角度去思考。很难，因为要一直去回想说，如果我是一个青春期的少年少女，我为什么会想跟爸妈分享这件事情，或者我为什么不想跟他分享这件事情？当然，我还没遇到他青春期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就现在尽我可能的去想象他的那个心境，那他为什么想跟我讲这件事情？那我该怎么回他？然后我尽量不要用很批判的角度去回他说，这样子是不对的，或者说很直接跟他说这个是好，这个是不好，或者甚至是不理他。I see，你就让他知道爸爸听到你。对，你只要让他知道说，我有知道这件事情，我有在听就好。甚至有时候其实你就是重复他讲的话，对，让他知道你有在听，这是最厉害的沟通方式。其实有时候就是这样，但并不是说是敷衍他。对 ，of course， 对，而是说你要让他明确知道说你有听进去。那我相信啦，你只要从小这样子做，他长大不至于什么事情都瞒着你。但如果万一你女儿刚好是长大之后不会这样子对你做的确是蛮有可能的，因为其实每个小孩的个性，尤其小时候跟长大有可能又不一样。对啊，他可能也受到其他同侪的影响嘛。那这种时候你就是必须担心啊。那你可能不是说控制啊，而是说在真的有人身安全或者是心理安全、心理健康的安全性的上面的时候，你还是必须要介入啊。虽然我个人是蛮希望到时候我跟他是属于像朋友的关系，对，甚至我也不会跟他说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因为我觉得等到他们那个时候用我们这个年代的价值观也不一样，可能已经过时了。对啊，他们那么多 AI。对，所以可能到时候我们就是那种老欢颠的角色，所以不要一直去跟他说，我觉得这个是对，这个是错，是让他自己去判断。如果他真的不愿意的话，那就不愿意了。那我觉得他已经到，如果说他已经到一定年纪的话，我会蛮让他在小时候就知道说自己要承担自己做事的后果。那如果说他真的不跟我分享，真的出事的话，那就是要承担那个后果，要让他在之前就认知到说，如果出事的话，那你从来没有跟我分享这件事情，就必须要承担这个后果。虽然你可能未成年，我也必须要承担。对，那我们就必须要一起承担，就只能做到这样。因为说实在，你也不可能把控他一生嘛。
那我们现在来到网友提问。好，我们有在 IG 上还有 Thread 上有问。我先问一个，我在 IG 上我看到一个算蛮有趣的，有个网友说想念阿滴吗？问我吗？还是问你？对，是问你。问我？对，这个是阿滴问的。好，我非常想念。好，他想念。有网友问说，为什么最近都在看《甄嬛传》？《甄嬛传》其实这我一开始做《甄嬛传》也是测试一下，有这个系列的发想，其实是有一天看到外国人在看那个周星驰的电影哦，就《少林足球》跟功夫。对。然后我觉得很好笑，因为他们从来没看过类似的东西。那我就想说这种文化冲突，因为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像外国人来干嘛，对，像台湾的 YouTuber 也很多都是外国人第一次体验台湾的什么东西，对。那我就已经是台湾人了，我要怎么样做出这种文化差异呢？我就可能只能找就是像《甄嬛传》这种我平常完全不会去看的东西，然后去想办法制造出这种文化差异。我一直以来都有刷到《甄嬛传》相关的迷因，但是我一直看不懂哦。那我就想说，好。那就拿这个来试试看，那就没想到还蛮多人看的。门萨组织里面到底在做什么？你知道什么是门萨？我完全听不懂。反正就是我几年前去考一个叫做门萨组织的测验，它就是什么类似 IQ test 然后它号称是只有前2% IQ 的人可以进的一个组织。就是高智商组织，但是我觉得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神秘了。反正就进去所以你是2%里面的，依照他的测验结果来看的话，就他真的需要去考一个笔试。2%里面的，就依照他的测验结果来看的话是。你说是啊？好，是啊，你是2%里面的。对啦，谦虚一点啦，你干嘛？有考过啦，就依照他的测验的话，反正那个组织里面到底在干嘛呢？我加入之后，其实真的没干嘛。只是他给你一张会员卡我就放在钱包里面，然后就这样。然后我说：“你看，没有，你看 ，look， 你知道为什么要放啊？因为他有那个，他是国际组织，所以他每个地方、每个国家都有点。crazy。然后我就想说，万一有一天我在国外真的有什么事情需要处理，万一的话，也许我用这个身份可以找到人帮我处理，这是一个最紧急、最万一的状况，就只是这样子。那个组织真的没有，就是有一个聊天群组也不知道在聊什么，反正我也没什么在看。然后也有聚会，他们有线下聚会啦，就是线下的。然后听说都在玩桌游啦，就是一个简单的社团，其实真的没在干嘛。为什么魔鞋啾啾频道不更新？那个频道的更新蛮靠灵感的，最近没什么灵感。但我觉得副频道也是一种 for fun 你要上就上你不要更新就不更新这样。对，而且我觉得比较有创作自由。对啊，因为主频道你多少会受到你目前的题材限制嘛。对，像你可能就是 Pokemon。对，旅游，家庭，我其实现在宝可梦有专属的游戏频道。对啊，因为我女儿都会看，她都会看你抽卡。她有在玩那个，然后她就很喜欢看你抽，她觉得很疗愈。我们最后一个桥段就是上一个来宾会问下一个来宾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会直接播放给你看。下一位来宾你好，我想要请问你的问题是你人生收过最好的建议是谁给你的？那句话是什么？然后为什么你觉得它是最棒的建议？人生收过最好的建议吗？哇，这个问题我可能要想一下。2 hours later。OK， 我这个是真的思考蛮久，这个问题真的有点难。我可以想到的就是应该是我大学的时候在 YouTube 上面看到的一个影片，那个影片的主讲人叫做 Tony Robbins， 也许你应该听过。Tony Robbins 我知道对。但其实要怎么讲，他其实蛮老牌的一个励志演讲者。对。那当然励志常常现在已经跟那什么心灵课程绑在一起。但我觉得回到最初的本意我觉得他影片里面讲的也是好的那个影片叫做 New Year's New Life， 就是很老套的新年的时候他寄给你的一个影片。但那个影片蛮特别，是他是在新年过后的2个多礼拜才发，然后他意思就是说，你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人都会有一个奇怪的惯性，就是我要在一个时间上的转捩点，我才要去做。对。比如说，像我演讲的时候也会讲到，比如说学生好了，他可能明天要考试，他现在时间可能是晚上7点40，那你这时候会想什么？我8点再开始念书。为什么一定要8点？对，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时间上的转捩点，才会逼着你去做那件事情，或者是有时候可能是一个心情上的，或者是生理上的转捩点，你才会想要去做某一件事情。但是其实
你回归到做这件事情本身，它随时都可以做。比如说健身房，他今天有人想要去健身，大家都会想说，哎，1月1号开始健身，今年的健身计划这样子。但是回归到健身这件事情本身，其实你今天下午就可以去，你今天晚上就可以去了，为什么一定要那个时间点？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虽然说它不是一句话啦，但是我觉得这个观念蛮打通我的，因为以前真的很常就是我想要做一件事情，我一定要好像有一个契机要 push 我去做，但是回归到做这件事情本身，其实你想要做什么，其实随时都可以做。然后我觉得又可以再推得更广一点，就是其实很多时候都会太把自己设限住了吧。就是像你今天说的，就是可能常常会因为我有小孩，所以我不能够怎样怎样，或者说我必须要妥协什么时间上之类的。但是其实换个角度想，反而是自己把自己给困住了。不一定是说我今天就一定要去做那件事情，我一定要不管这件事情而去做这件事情，而是有时候妥协也不是一件坏事，然后你可以去接受这件事情，那反而它会成为你人生中另外一个契机。对，因为像我有时候也会想，如果我的频道经营上蛮大程度也受到有生小孩的这件事情有改变嘛，对。然后我有时候也会想，以前刚生小孩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啊，如果我没有小孩的话，我就可以专心经营我的频道，我就可以出很多很多很多的影片，不管时间的限制。但其实有时候回过头来想，因为有了小孩之后，我的内容多了更多的多样性，然后很多时候当初我以为是对我的限制，反而是把我逼出了另外一条完全没想过的道路。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还蛮感谢有这个安排的。然后要哭了吗？一切都会过去的。对对对对，一切都会过去的。就是你解释的很，所有发生在你身上的是有原因的，不是害你或者任何东西，对，都是有原因的，只是现在的你没办法看得到。对，是让你体验、经验过去，然后学习，会让你成长。然后有一天你回过头来看，你才理解哦，原来当初发生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导致现在这样子。好，感谢啾学。那有没有什么东西要跟观众分享、打广告之类的？我在催更《甄嬛传》了，我在努力看了。OK， 好，谢谢。好，耶，你最棒。